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了解到 Agent 内部的6步循环之后，很自然的会产生一个问题：那大模型都这么强了，为什么还要让 Agent 这样跑一轮又一轮？为什么不能一次把最终的这个结果直接生成出来？那样又省事又省钱还省时间呢？这个问题非常正常的，而且几乎所有第一次接触 Agent 的人都会这么来问的。但答案其实会很出乎你的意料。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模型够不够强，而是现实世界太会变化。模型再强，它面对的也不是一道算完就结束的计算题，而是一个不断变化、信息不完整还带风险的环境。你想想现实的任务是怎么样的？你做旅行攻略也好，做业务流程也好，都会有这几个特征。那信息永远是不完整，需要逐步的去发现和补充。外部的数据持续变化，航班价格、景点人流情况等等，任务必须分阶段推进，先完成第一步，再完成第二步，而不是一次完成。每一个决策很有可能都需要验证、修正与回溯，而不是简单的一锤子买卖。可能执行到一半发现错了，要返回去，再来走另外一个路线。然后高风险的这个动作还要谨慎的判断到底要不要做。所以 Agent 的天然的运行方式就是观察、决策、行动，世界改变之后再观察。这一个决策闭环，它是所有自动化决策系统共有的基本形态，不仅仅是 Agent。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朴素的事实，现实世界它是在动的，你必须边走边看边修。现实世界的动态性是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决策循环的最主要原因。其次呢，还有模型执行的不确定性，工具会报错，网络会超时，有可能最终拿到空的数据，模型有可能会忽略关键的参数，会给出需要验证的判断。你如果不通过循环，你就没有办法进行纠错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是治理上的要求。你不经过一步步一个任务从头跑到底，你就不知道任务到底哪里执行上出了问题，你就没有办法管理，让整个过程中最终产出你想要的答案。正因为以上的原因，现实世界是动态性的，模型的执行有不确定性，也有治理和管理的需要。所以就算未来模型的能力继续提升，这一个循环的结构也不会消失。模型只会变成循环里更强的推理引擎，它不会取代整个决策闭环。所以 Agent Loop 的6步循环不是某种架构的流派，而是整个 Agent 的系统一旦要落地，最终都会收敛到的运行形态。而正因为这一个闭环存在，所以企业级的 Agent 才必须建设6层能力体系加治理中枢。它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为了这个循环能稳定、可控、可审计的运行起来。上一节我们介绍了 Agent 的内部为什么要循环，这一次我们来聊之前介绍的6层能力体系加治理中枢到底对这个循环起什么作用。Agent 的这个循环只运行1到2次时，看起来还只是多调用了几次模型，但一旦你把它放到真实的业务中去长期运行，很快你就会发现问题重重。让 Agent 的循环跑起来是很容易的，难的是跑得久、跑得稳、跑得可控、跑得可追责。很多的这个 AI 项目都是在演示的时候 demo 阶段看着很顺，一旦上到生产环境就各种翻车。原因很简单，循环是需要被工程化的拖住的。它其实很类似于自动驾驶，车能开不代表能上路，上路必须有地图、有规则、有刹车、有事故处理，还有可追责的记录。这一个 Agent 的决策循环系统也是一样的，能生成不代表能上线，今天能跑通，很有可能明天全线一变就失败了。这次的结果正确，下一次就没有办法生成正确的结果。一旦工具反馈超时或者数据发生了问题，系统就不知道该重试还是终止，直接卡死在那。所以为了让这个循环能长期存在，整个 Agent 系统会收敛出一套支撑结构，也就是6层能力体系。它用来支持这个循环怎么来跑，也支持跑到什么时候停，停的位置对不对。第一层在输入层，它不是把一句话喂给模型，而是把任务定义成可执行的合约，并且持续的装配每一轮的上下文。它告诉模型目标是什么，边界在哪，做到哪算完成。如果没有输入层，任务的目标和成功的标准不清晰，上下文组装不了，那循环就会在中间的步骤直接停掉，不在该停的地方停止。第二层推理与协作层，它让整个执行循环的决策从一次的输出变成了可复合的过程，能分解、能推理、能复合、能协作，在复杂任务中让系统能在多轮循环中保持可靠，并且往最终目标靠近。没有这个推理与协作，那么多步的决策，这个循环有可能跑1000多次，它就没有办法进行每一个步骤分解成该干的事情，也没有办法靠近最终的
任务目标。第3层呢是工具与数据层，它把语言系统接到真实的世界中，让 AI 能查能算能验证，并让关键的结论可复杂可复现，而不是靠模型的猜测。没有它，模型就只能输出文字，而拿不到真正的事实反馈和数据，循环根本就没有办法闭环跑出来。输出治理层呢，它把模型的输出当成提议，在进入真实执行前，先经过阀门的校验。没有它，模型的建议就会被直接执行，那就会产生越权的风险和进行高风险的动作。AI 直接给你弄个一下花掉5万美元，企业就不敢放权的让这个自动化决策系统去执行。第5层评估与进化层，长期运行的这个系统必须回答整个系统有没有越来越变好，新的版本和旧的版本到底差异在哪。我们必须通过评估与进化，把指标、回归测试、案例变成一个可以持续进化的体系。没有它，整个 agent 的系统就不知道结果的好坏，线上的问题只能靠运气和人肉来修补，无法规模化。第6层呢，就是执行可靠层。真实的世界里，网络环境会失败，工具会超时，任务会中断，甚至会断电。系统必须记住状态，从而支持重试、恢复，全链路可追踪。没有这个执行可靠层，任何一次失败都会让任务中断，状态丢失，系统就没有办法长期稳定的运行。你看6层能力从静态的架构看上去像分开的模块，但从运行的视角上看，它们共同支撑的是同一个东西，让 agent 的内部的这个决策循环能够稳定的、可控的、可审计的持续运行。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让模型更聪明，而是让系统在复杂世界里持续做出可信有效的行动。所以要提高 agent 的输出质量，也应该从这6层能力出发，一个个去优化。你当前的业务应该先补哪一层，取决于你当前业务情况和风险点在哪，这个就是需要做 agent 的人来做判断。下一节我们来聊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模型厂商会不会下场来做 agent， 做 AI 应用到底有没有价值？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一个工作在 AI 最前沿的、爱琢磨、爱思考的产品经理。